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，立马有人跟了上去，来到了山脚，见他们在一堆草里低头找着什么，也跟着找起来。他们怎么不高兴？是摘的野菜不好吗？玉丫头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，哇，是真肥呀！父亲抿了下唇角，喊着小丫头回家。陈奶奶！玉丫头看见陈婆子，高兴地跑到跟前，晃了晃头发。陈奶奶，我好看吗？好看，玉丫头怎么都好看。你怎么跟王大有一块上山了？陈婆子一直帮衬着周家，父亲没有隐瞒，直说了周应怀让王大有帮忙照顾自己上下山的事情。以后还是分开些走，免得村里人说闲话。父亲没觉得有什么，自然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。回家发现多了条鱼，便问他们鱼是哪儿来的。是刘春生跟王成良2个孩子送过来的，说昨天弄死了你的螃蟹，今天再来赔条鱼来。昨天不是已经赔过螃蟹了，今天还赔鱼，还是这么大的。鱼都死了，再不做又得浪费了，一会儿就煮汤吧。玉丫头拍着小手，一好，喝一汤。父亲确实好几天没吃顿好的了，他动作麻利地把鱼清理好，又把野菜洗干净，是模样都比其他时候要更加温柔几分，这一看竟有些失神。我跟你说话呢。你跟我说什么？我说不想喝鱼汤了，做成红烧吧。啊，那就红烧吧。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就做什么口味。那就红烧。菜是刚才就洗好的，直接下锅就行了。片刻后，红烧鱼端上桌，2个孩子都馋了。我不用，你爱吃就多吃一些。吃完饭，张婆子家见王大有还在院子里摆弄绳索，秀芳笑着喊他别再折腾了。不成，我明天要早早上山，看看有没有逮着什么猎物。可是周应怀不是让你2、3天再去看一次吗？哎呀，以前周少宇也是1天去1次，根本不用隔2、3天。周应怀这么说是为了让我帮衬他媳妇儿，他媳妇儿大着肚子，总不能天天往山上去吧。大有，你别这么说人家，周应怀帮我们不少了，怎么不该这么揣测人家，让人听见心寒呢？王大有一审，老实巴交的样子。今天2只山鸡就卖了50多文钱，要是明天能够逮到野兔，光是1只就能够卖50文呢。50文呢！秀芳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心里也有些期待。这可是50文钱呐，都够家里几天的花销了。若是能省着点，房子说不定也能翻新扩建呢。秀芳呢是越想越高兴，他们家就要过好日子了。怕村里再有人盯着，王大有天还没亮全就上了山，到了陷阱处一瞧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才刚刚尝到甜头，又期待了一晚上，现在这喜悦落了空，王大有心里着实不是滋味。他在山里逛了一圈，别说什么山鸡野兔了，就是鬼影都没有。上山一趟，这总不能空手回去吧。王大有又砍了些柴火，准备回去。下了山，路过周家时，想了想，还是又把柴火放下了一半，自己另外一半回去了。到了家，秀芳也起来了，见他只背着半捆柴回来，就知道没抓到猎物。让你听周应怀的，你非不信。看吧，白跑了一趟。哎，怎么算白跑？我也砍了些柴火回来。王大有有些不服气，怎么少宇每次上山都有收获，他上山就没有呢？秀芳知道他的脾气，笑了笑，没说什么。父亲开门时看见柴火，知道是王大有送来的，想着到时候腌好咸菜，再给他们家送过去一些。这2天，父亲一直在地里忙活，
今天终于得闲抱着衣服去河边洗。哎呀，衣服还没洗好，玉丫头就过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村里的几个孩子。从昨天开始，玉丫头好像成了村里的孩子王，所有孩子都愿意跟着她跑。这帮孩子就带着玉丫头在村里玩。现在这帮孩子倒是没闹出什么事儿来。娘，我帮你拿衣服。啊，周佳玉，你不跟我们一起玩了吗？我娘要回去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那些孩子也没纠缠，跟他挥挥手，自己玩去了。父亲看了眼身边的小丫头，你想跟他们玩就去玩，篮子我拎回去就行了。他们不是真心想跟我玩。为什么？他们总问我哥哥是在哪里抓的野兔，我不爱跟他们玩。他记得周应怀说过，他家孩子只会被人巴结着，没想到巴结的竟然是这个事儿啊！回家晾好了衣服，隔天一早，王大有又跟往常一样等着父亲上山，两人一前一后上了山。等回来时，王大有手里拎着2只山鸡，父亲手里也拎了1只。见今天自己的成果比父亲丰盛，王大有笑得合不拢嘴。父亲没多想，两个人又一前一后的下了山。到了村里，立马有人围上来，都不追问他们的山鸡是从哪儿捕到的，倒是有2个盯着他们问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一同上下山。王大有老实巴交的杵在那儿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父亲呢，只觉得好笑。上山下山的路就这一条，上山的时间不是早上就是中午，遇上了有什么稀奇的？倒是你，我每次上山下山你都眼巴巴的盯着干什么呀？羡慕我会捕猎，还是眼红我的山鸡能卖钱？大伙儿心里都是这点小九九，被父亲当众揭发出来，有些羞愧的离开了。可有几个依旧厚着脸皮的杵在这儿。周家媳妇儿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算起来呀，后山是我们村里每一个人的，山上的东西大家都有份儿，大伙问问怎么了？那你问了吗？大娘，你今天没问吧？你从站在这里开始就一直阴阳怪气的。父亲忍无可忍，他目光审夺着他身边的2位大爷。我最近怎么总看见你们走在一起？大娘，你不会是……眼前的大娘暴跳如雷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一把年纪清清白白的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啊？我哪样？你倒是说我哪样？我天，看他们好像要打起来了。父亲揣着一肚子火回去了。到了家才发现，山鸡那根漂亮羽毛不知道被谁给偷了，简直气死人呐！周一怀，我去镇上，要回来晚些，你看着玉丫头，别让她乱跑。草草交代完这句，父亲拎着山鸡就出门了。因为最漂亮的尾巴没有了，方管事也只愿意给25文钱。父亲倒也不嫌少，只是想到一根羽毛5文钱就有点肉疼。突然他低头往下看，见有只胖乎乎的小手拉着他的衣服。这次的山鸡怎么没有毛呢？是方家那位小少爷，他手里拿着一串吃了一半的糖葫芦。父亲想起家里的玉丫头，心中一软。路上出了点岔子，漂亮羽毛不知道掉哪儿去了。小少爷有些嫌弃。那你怎么不拿好？父亲干笑2声，正要离开，又听这小少爷说：下回你能卖狐狸吗？狐狸？就是这么漂亮，毛这么厚实的狐狸，你能抓到吗？我抓不到。小少爷的神情一下子低落下来。但是我丈夫可以抓。啊，真的？小少爷整个人都变得明媚起来。下个月是我娘的生辰，我想给她做个狐狸领子的披风，
你能抓到狐狸，我给你10两银子。怕父亲不相信，小少爷还当真把自己的钱袋子拿出来给他看，喏，这里头果然装了10多两银子呢。快装好，财不外露，免得一会儿叫人抢了。小娃娃年纪虽小，但也害怕再被人偷走，便听话的把钱袋子装好了。那说好了，只要你抓到狐狸，这里10两银子就给你了。10两啊！哇，父亲想要这10两银子，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才离开方家，他顿时就后悔了。哎呀，先不说周应怀靠不靠得上，这关键是村里后山就没有狐狸啊！小孩子把不住嘴门，肯定转身就宣传出去了。等下个月方夫人生辰一到，他拿不出狐狸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完了，这牛皮吹大了。揣紧了怀里那25文钱，父亲刚要离开，突然方家大门打开，有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，还带着点哭腔。父亲心中好奇，随手拦了个下人。怎么了这是？小少爷噎住了，喘不过气啊，正要请大夫呢。快把孩子给我！快把孩子给我！夫人，我能救小少爷，你快把孩子给我！他刚才还能应声的，还说着要给我生辰礼物，这怎么一下子就喊不答应了？我怎么跟老爷交代？我怎么交代啊？方管事，你快把孩子抱过来，再不把异物弄出来，小少爷就危险了。方管事事先反应过来，从方夫人手里抢过孩子，交到了父亲手里。父亲把孩子身体背过去，拍着他的后背，把我儿子还我！妾身，你要对我儿子干什么？把他拦住！妾身，你敢伤我儿子？你知道他爹是谁吗？我要你5马分尸，不能好死！我要你给我儿子偿命！别死，我还要给你抓狐狸呢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小少爷抢回来呀！刚要动手，众人却见自家小少爷嘴里掉出个什么东西，紧接着便是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哭了，小少爷有气儿了。父亲忙把孩子放下，自己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直喘着气。突然小腹一阵阵发紧难受，疼得他直流冷汗。大夫请来了。得了大夫确认孩子无恙后，方夫人这才彻底放了心。见父亲脸色不好，方夫人又往他这边指了一下，便有人领着大夫来给他看诊，最后还给他开了2副药。片刻后，方管事亲自把父亲送到了方家大门口，再次郑重地给他赔礼道歉。我也是做娘的人，能理解夫人的心情，以后你们还是多照顾好小少爷，免得再出意外。这些钱是夫人赏的，你且拿着。夫人说了，你救了我家小少爷2回，是我们方家的大恩人。以后家里头还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方家，方家能帮，绝不推辞。父亲谢过方管事后，揣着2两银子就走了。方夫人抱着早已哭睡着的孩子，心疼得直抹眼泪。见方管事回来了，才低声问道：钱给他了？给了。上次也是他救了我儿，这次还是他，怎么偏偏这么巧？方管事把他正好来府上卖野味的事情说了，方夫人却有些不耐烦。去查查他家，说是没问题，以后再说野味的事儿。若是他家不是什么好人，以后就不准他家再来卖野味了。家里倒是还有一些要添置的东西，可父亲在镇上逛了一圈，实在没舍得买，最后花了12文钱买了几斤面粉，又花了8文钱买了半斤肉，这才回家。因为肚子不舒服，
父亲回家时走得格外慢，比平时多走了将近1倍的时间。快到村口时，父亲实在是支撑不住，只能就地坐着休息一会儿。肚子越来越痛，疼得他满身是汗。父亲心里咯噔一下，自己不是要生了吧？哎呀，这万一自己真要生了，那家里的活怎么办啊？生计怎么办啊？哎呀，父亲疼得倒吸一口气，深呼吸了好几下才压住那份不适。离村子只有一点点路程了，父亲想强撑着回去，没想到刚准备起身，一抬头竟然就到了空间里。展柜前似乎多了不少东西，父亲无心去看，但正要离开时，又突然想起昨天今天那可都做了好事儿啊。哎呀，来都来了，就看看功德吧。个10、100、801，801耶！父亲赶到展柜前，一眼就看到了小续命汤，旁边提示的文字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粗重一些。小续命汤800功德可换取，800功德，他毫不犹豫点击兑换，生怕犹豫1秒功德数就会消失一样。肚子隐隐作痛，他呢却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，一口气赶回了家里。周映怀，你信我吗？怎么了？周映怀，你信我吗？不知为何，周映怀对他生不出半分怀疑。啊，喝了它。你刚才不是说信我？周映怀沉默片刻，突然接过那杯水，一饮而尽。周映怀，做什么？我只是呛着了而已。你戏弄我！喝得这么急，被呛着也正常。尚宇，你的伤好了？嘿，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。啊，不疼了，不疼了，哥哥不疼了。父亲亲自过去检查过，800功德换来的宝贝呢，怎么可能没用呢？心里的石头落下来，父亲整个人也放松下来。他爬上床休息了一会儿，又歇了一会儿，他才下了床去做了几个肉饼，又素炒了小菜，再煮了一锅粥。哇，好香啊！玉丫头趴在桌前，2只眼睛盯着肉饼，馋的是直咽口水。1人1个，都算好了。今天我赚了2两银子，明天想吃明天再做，管够。2两银子怎么赚的？父亲把方家小少爷的事情说了，玉丫头忙着吃，少宇倒是听得津津有味。你这些救人的招式都从哪儿学的？东西卡在嗓子眼里，不就是得用力道把食物呛出来吗？这是生活常识。少宇听不懂，但依旧觉得哇，好厉害呀！方家，以后捕来的猎物不要送去方家。为什么？你去这么多次，你可见过那位方老爷？哎，这确实没有啊。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周映怀轻叹：笨。那位方夫人你也见过了，你没看出来她与镇上其他女人不一样吗？周映怀这么一问，父亲确实想起来了。那位方夫人不管是气度还是相貌，这镇上那些女人确实是比不上。哦，还有那位素未谋面的方老爷，也确实叫人觉得可疑。估计以后他们家也不会再让去送野味了。以后捕猎了，你还是去集上叫卖，要不直接送到酒楼吧，方家那边就不用去了。父亲应了一声，周映怀也默契的没有再提起方家的事情了。吃完饭后，父亲又歇了一会儿，直到肚子没什么不舒服后，才又去了一趟地里。一路上不知道被人指指点点了多少回。要我说，多少有些问题，要不他家日子怎么能突然好过起来？哎，听说这2天呐，王大有总给他家带柴火，
你说要是清清白白的，谁愿意干这事儿啊？又不是吃撑了闲的。秀芳这么好的人，他们怎么能背着秀芳干这个事儿啊？秀芳人再好呀，也架不住这是个从骨子里骚出来的货色。男人嘛，哪有不偷腥的呀？可是周应怀自己没用，老婆都跟人家偷上了。谁偷人了？谁是骨子里骚出来的货？刚才你们说的话，有本事当着我的面再说一次。哎呀，周家媳妇儿，你喊什么呀？你要是跟王大有清清白白的，还轮得到来这儿喊呢？我不喊，难道还等着你们满村子的编排我？我要是不喊，你们是不是要喊到隔壁村上去？傅青怒瞪着这些闲嘴的人，逞口舌之快，非无人之能，听不懂吧？听不懂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但凡能把嘴巴这个本事干在正事上，家里早发达了，何必掩护着别人？也给人泼脏水了，让自己心里痛快。都吃饱了没事干是吧？前头那句确实听不懂，后头就都听懂了。知道说不过他，这些人神情各异的，闭了嘴，各自散了。有人磨蹭在最后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我说周家媳妇儿，周应怀是个摊子，你想男人也没错，但是你跟这个王大有也得避嫌一些呀。秀芳是个好姑娘，你可别害了人家。”什么叫我想男人了？什么叫我害了人家？我跟王大有清清白白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你们一直在这嚼舌根，要害是你们害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对，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呢？我这是好意提醒你啊，要不是你们两个人走得近，那也传不出这些话来。你家周应怀瘫在床上什么都管不了，可人家秀芳是女儿家，脸皮子薄着呢。这要是秀芳想不开闹出人命来，那你才是真该死呢。说完，对方就这么走了，一点说话的机会都没有留给傅青。傅青是气得不轻。怎么回来了？肚子疼，我想躺着。说罢，傅青直接进了屋，脱鞋就上床躺着去了。自他性子转变之后，比任何人都爱干净，别说吃饭睡觉了，就是摸了农具也得把手洗干净了再进屋。可现在呢，他直接躺在床上，半点讲究都没有了。周应怀杵着拐杖起来，有些不放心。真的疼得很厉害，要不我让王大有给你请个大夫？不用。再让王大有出面，这人家更是不知道得说成什么样子了。人家说的可是他脸皮厚，可秀芳是个要脸的，怕人家说的太过分，让两家闹得尴尬。父亲想着还是跟王大有保持些距离，避些嫌的好。周应怀是个聪明人，看出了他并非真的是肚子疼，怕是在外头被人欺负了，喊来玉丫头。玉丫头就这么高高兴兴的出门了。只一会儿功夫，小丫头就回来了，垂头丧气的，哪里还有刚才那高兴的劲儿啊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你倒是说话呀！玉丫头噔噔噔的跑进了周应怀的怀里，撅着小嘴，有些不开心。爷，他们说你要偷人。都说了。玉丫头点头。少羽一愣，下意识地往里看。以往父亲听到这种话一定要大闹一场的，可现在呢，他却不吵不闹，安静的有点奇怪了。爹，他不会真的是……周应怀抬起冷眸，惊得少羽立马闭了嘴。他在乱说什么呀？啊，若是以前的父亲倒是值得怀疑，可现在的父亲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他可是给自己买了新被褥，买了2回新鞋，还给自己做新衣，宁愿自己吃野菜，也不跟他们抢螃蟹吃，连鸡蛋也有他们的份儿。他怎么还能怀疑父亲挺着个大肚子出去偷人呢？哎呀，自己真是该死啊！除了娘，他们还说谁了？大有叔。谁？怎么可能是大有叔？周应怀面色冷凝，他知道村里人打不到猎物会眼红，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把父亲跟王大有扯到一块儿去。爷，娘会生气吗？
娘不生气的时候最好了，她不想让娘生气，娘生气的时候好怕怕的。周应怀没说话，傅青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，睁开眼睛看见天色渐黑后才赶紧爬起来，到了外头才看见，哇，桌上已经摆了吃的。这都哪来的？少宇带着玉丫头做的。傅青有些惊喜。你们还会做馒头？少宇低着头没说话，倒是玉丫头一脸得意。我去问了陈奶奶，陈奶奶教我的。吃过饭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明天不上山了。周应怀，等你好了，你可以把家里的活全干了吗？我想躺着，我什么都不想做，我只想躺着。他的声音满是疲惫，好像真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。话是这么说的，可隔天一早，傅青还是早早起来干活了。趁着日头还早，傅青扛着锄头出了门，没走多远，就瞧见秀芳哭着回来了。秀芳姐。秀芳没理他，闷着头从他身边走过。傅青心里咯噔一下，伸手触碰想把他拦下，谁知秀芳像是触电一般，猛地把他的手挥开了。因为动作太大，傅青差点摔坐在地上。到了张婆子家门前，还没等敲门呢，张婆子已经出来了。你以后别来我家了，咱们两家也不用再走动了。大娘，秀芳姐怎么了？这里头有误会，你让我跟她解释解释。张婆子摆摆手，我家秀芳脸皮子薄，这事儿已经闹了她2天了，你以后别来找她了，对我家姑爷也忌讳这些。听到这里，傅青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张大娘，连你也这么想我吗？听见屋里秀芳哭得更大声了些，张婆子的火气也跟着上来了。你快走吧，真是在哪不消停。我家秀芳刚有身子，要是出了岔子，你负得了责吗？傅青扶着自己的肚子，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秀芳刚有身子，可她呢，是马上就要生了好吗？张婆子进了屋，见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气得又打开大门，掐着腰指着外头骂了一圈。你们这些碎嘴子，既然这么编排我女儿，你们要真吃咸了就跳井里去，省得天天在这搬弄是非。傅青心里难受得紧，收回目光往前看，见不少人都冲着他指指点点，隔着距离他又听不见别人说什么，但不用想也知道绝对不会是什么好话。稳住心神后，可还没等到呢，已经被几个好事的给拦下了。哟，周家媳妇儿，你怎么好意思出门？不怕被人气哭了呀？呀，人家可不像秀芳那样说2句就哭的，她脸皮可厚着呢。你们懂什么呀？秀芳那是气恨自己掏真心对别人，别人反倒是想抢她男。哎呦，周家的，你要杀人不成啊？傅青脸色铁青难看。杀的就是你们这些吃撑的没事干的！我到底抢谁男人了？你们谁亲眼看见了？说话做事得凭良心，得讲究证据，不是嘴皮子一张一合就能造谣的。你们再敢乱说，我就告到官府去！别人一听，全都不乐意了。你倒是告去啊！我还不信关老爷还管这个事儿。再说了，你要是告到官府才好呢，让镇上的人都看看你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究竟是怎么勾引男人的。你再说一遍！傅青气得浑身颤抖。再说几遍都是这样的，全村都知道你不守妇道，你还在这装什么装啊你啊？说到底这事儿也怨不得你，谁能忍受自家男人是个残废呀？啊，你有点别的心思很正常。傅青气到不行，去他丫的功德，他现在只想大开杀戒，把这帮人的嘴都给堵上。周玉怀不是探子，得到的
却是这帮人的哄堂大笑。那些人就站在父亲不远处，当着他的面指指点点，说的一句比一句难听。救命啊，疼，真的很疼啊，比任何时候都要疼。怕自己一尸两命，怕周应怀没人照顾，怕村里人欺负2个孩子。周家媳妇儿，醒醒！醒了醒了，陈大娘，快去端水来！丫头别哭了，快把你家剪刀拿来。耳边一阵兵荒马乱，谁是谁的声根本分不清。丫头，天哪！周家媳妇儿，别睡啊，快醒醒！现在跟我使劲儿，要不孩子可生不下来了。生孩子啊？对，他现在应该要生孩子了，可是他好累啊。父亲，快醒醒！周家媳妇儿，你听我的啊，跟着我做。屋外，娘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的，他干了这么多坏事，哪那么容易就死了？爹，我要爹，我害怕。少宇转头去看，哪里还有周应怀的影子啊？村里几乎半村的人都在村口聚着，三三两两地说着周家的事情，根本无人注意一道身影正跌跌撞撞地走过来。听说是摔了一下导致了难产，还不知道孩子生不生得下来呢。你说你们也真是，怎么能跟他动手？他都要生了呀，万一真出了事情，以后可咋办？是他自己没站稳摔下去的，怎么就赖我们了呢？再说了，也是他先跟我们动手的，那锄头万一真打在人身上，谁先出事还不一定呢。哟，这谁来了？看清楚那张脸，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周应怀。周应怀站在众人身后不远处，久卧病床的他身形瘦削，可光站在那儿，隔着距离，身上那种莫名逼人的气势依旧叫人不容小觑。周应怀，你能站起来了？早就站起来了，拄着拐杖而已。闻言，大伙儿齐刷刷看过去，却惊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哪有什么拐杖啊？周应怀是自己站在那儿呢，他不仅是自己站在那儿，更是自己走过来的。不是，周应怀他好了？那双冰冷的眸子一一扫过众人，最后落定在刚刚说的那几个人身上。这几天一直说我媳妇儿是非的，是哪几个？刚才欺负我媳妇儿，推我媳妇儿跌倒的又是哪几个？众人心里咯噔着，面上神色各异，谁都不敢乱说话。周应怀一步一步走得极慢，可每一步都踏在他们的心口上，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如果我妻儿有个好歹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有人不服气道：周应怀，你还敢杀人不成？已经转身要离开的周应怀突然顿住了脚步，他侧着身，五官凌厉。试试。等周应怀走远了，他们才挨个劝道：你跟他硬碰硬什么呀？他可是猎户，拿刀的人，你惹他干什么？去，杀人偿命，他还真敢动手不成？哼，没准他还真干得出来。我可是，你还是祈祷他家媳妇儿平安把孩子生下来吧。哼，你别瞎说啊，我可没动手。有人立马接话：周应怀家的锄头还在你家放着呢，小心到时候周应怀真找到你家去。周应怀回家的这几步路走得格外艰难，若是大小只能选一个，他是要选大还是小呢？玉丫头拉扯得这么难，若是留了小的，他一个人可得怎么养啊？可若是留了大人，父亲会不会恨他呢？爹，你去哪里了？
娘流了好多血，娘是不是要死啊？周应怀，程娘娘可是方圆10里最厉害的接生婆了，万一母子2人都保不住，你……周应怀耳朵嗡嗡直响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根本什么都听不见。父亲昏昏沉沉，一会儿好像在地里，一会儿又好像在山里。哦，对了，这是他的空间呐！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父亲低头看，自己昨天还挺着肚子，这会儿已经变得平坦。他浑身一震，猛然想起他刚才还在生孩子呢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非要他换点什么才能出去？可他不是没功德了吗？怎么着啊？今天可以赊账了？他随手兑换了个保胎的。弟弟会不会有事？娘会不会有事？少宇本来就烦躁，听见这话就更烦躁了。没准是个妹妹。玉丫头坐直了身子。可是娘喜欢弟弟。少宇在他脑门戳了一下。我们家只能有一个丫头，她生了妹妹，以后就不要你了。哇的一声，玉丫头就哭了，同时屋里也是一声啼哭。周应怀像是被针扎到了一般，陈婆子怀里抱着个孩子，皱得像只红猴子。见父亲昏睡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本能地把手指探在他的鼻息。哎呀，你媳妇儿没事儿，只是太累了。行了，你快出去吧，我们要给她清理呢。是个丫头。少宇拉着玉丫头的手骤然一紧。是个丫头。玉丫头哇的一声，哭得比刚才还要大声。周应怀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因为没足月，孩子觉得有些不舒服，张着嘴巴哭起来。少宇皱起眉，怎么像猫叫似的，长得也跟小猫似的。自己的孩子怎么看都觉得好看，你小时候也不比他好看多少。少宇不说话了。玉丫头想看又不敢看，见爹爹这么维护妹妹，哭得更是伤心。又不是第一次当爹了，怎么孩子哭成这样也不知道喂喂？周应怀手足无措，他倒是想喂呀，可他拿什么喂啊？他娘醒了吗？醒了醒了，刚才都死过去的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有劲儿了，大出血也止住了，人看着也有精神了。周应怀，你家这是祖宗保佑，以后有的是福气呢。周应怀跟进去，见父亲正靠坐在床上，他面色红润，与刚才自己简直判若两人。傻了呀，自己媳妇儿都认不出来了。陈婆子在一边打趣着，听着玉丫头一直在哭，又出去安慰了。父亲第一次做娘，没有一点经验，抱着孩子又不知道该怎么喂。周应怀在外头听的是面红耳赤。哎，奇了怪了，当时他真没气儿了，怎么眨眼间人又活过来了？真是周家祖坟保佑吧。哎，你看他家周少宇，再看周应怀，一个受伤一个残废，现在不都好好的了？消停了片刻后，有人压低了声音小声说，你说这周应怀平时打猎杀生这么多，怎么还能这么好命啊？他们周家福泽深厚吧。哎呦，这父亲可真好命啊！以前周应怀养着他，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家里重活都不舍得让他干。现在呀，沾着周家的福气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行了行了，这些话等出了周家再说。镇上有户人家也要生了，这2天陈良娘一直在人家家里守着呢。如今父亲母女平安，陈良娘也得先回家换身衣服，明天一早就要去镇上了。周应怀，你家孩子是早产，得仔细养着。还有你家媳妇儿，
流了这么多血，去阎王爷跟前走了一遭，更得好好调养身子。我家里还有几个鸡蛋，明早我让程良拿来，好好给你媳妇儿补补。周应怀忙鞠了个躬。接生的银子先欠着，过2日我再给你。都是一个村的，就算不给也没事儿。要给的。见他说的实诚，程良娘也没再说什么，赶紧回家休息会儿。陈婆子几个人也回去了。刚才热热闹闹的周家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。爹，有人把咱家锄头送回来了。少宇从门外拿了一把锄头回来，仔细的确认过，这就是昨天周应怀才修补好的锄头。周应怀面色微沉，父亲侧躺着，怀里多了个小小的人儿。他目不转睛地瞪着孩子，好像根本不认识这个小娃娃。怎么这么看着孩子？不就是比玉丫头生下来的时候还更显小一些。我竟然生了个人，我竟然生了个大活人。周应怀在心里预想了很多，却独独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他抿着唇角，难掩笑意，好像比刚才又长大一点。哪有这么快？父亲脸微微有些红。你的脚。看着周应怀，父亲想起了这个事情。他看着周应怀好端端地站在那儿，鼻尖突然酸涩起来。以后家里的活都我来干，我来养家。父亲不说话了，只是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哭什么？我现在已经好了，以后没人能再欺负你们母女了。他是不是饿了？对啊，估计是又饿了。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。他慌慌张张地离开，父亲抬头看了一眼，见他耳根都红透了。不多时，周应怀便端了一碗粥来。父亲眉心直跳，我去，他可是刚生了孩子哎，就给他吃这个啊？你想吃什么？我明天去镇上买回来。听程良他娘说明天会送2个鸡蛋来，我出门前会交代少宇给你煮了吃的。父亲指着柜子上的那个小木盒子，那里头还有点钱，你先拿着用。周应怀扫了一眼，你自己的钱你自己放好，我不会动的。父亲还没喝上2口粥呢，怀里的孩子又哭闹起来。周应怀皱了下眉，人不大怎么这么能吃啊？把孩子给我，你睡一会儿。周应怀这一晚上几乎没怎么睡，除了父亲喂奶之外，其他时间基本都是他在照顾。他虽然是个大男人，却无半点怨言，甚至在父亲看来，他还有些甘之如饴。叫乐安吧，青雨听着太淡了些。家里有少宇，有佳玉，再来个乐安就刚好了。周应怀勾起唇角，我以为你忘了。他上次男孩女孩各取了2个名字，他以为父亲都忘了，没想到他竟然都记得。乐安，周乐安，好听。见他这么稀罕怀里的孩子，父亲忍不住打趣：玉丫头小时候也没见你这么喜欢抱，怎么弄得像是第一次当爹似的？第2天，村里就炸开了锅。哎，周家媳妇真生了个闺女，听说是后半夜生的，母女平安呐。哎呀，真是造了孽了！听说早产的不好养活呢。我看未必，听昨晚帮忙接生的说呀，孩子虽然生下来小一些，但声音洪亮，小胳膊小腿也都正常，跟平常的孩子没什么不一样的。曾经跟父亲不对付的李家媳妇儿凑过来稀奇道：周家不知道祖上积了多少德，他家儿子腿烂成那样了，现在竟然跟没事人似的。周应怀都瘫了快1年了，昨天竟然能走路了。听说父亲昨天晚上难产，人都断气了，后头又好端端的活过来了。
你们说奇怪不奇怪？呀，那是谁呀？周应怀？有人指着某个方向，大伙儿看了过去，只见一道瘦削的身影正朝着这边走过来。等稍微近了一些，大伙儿才看清楚，这确实就是周应怀，而且还是打猎回来的周应怀。他手上抓着一只兔子，比之前少宇跟傅青抓到的都更大更肥。他就这么拎着兔子从众人眼前走过，步履平稳，与摊子2个字是一点儿也不相干。哟，周应怀又能打猎了？他都没事了，当然要打猎了，不然谁养家呀？这女人命真好，有周应怀在，他家的日子又好过了。周应怀拎着兔子回了家，正好程良来送鸡蛋。好奇的一直盯着他们父子俩的腿看。你们真的好了？我娘昨天跟我说，我还不信呢。周少宇抓了抓后脑勺，没好意思说自己的腿伤前几天就好了，是他爹让他装瘸的。我娘让我送2个鸡蛋给你娘补补。正好听见屋里小孩在哭，程良好奇地垫着脚，想要往里站。你娘给你生了个什么呀？是个妹妹。程良、春生2个人齐刷刷地看向一边怯生生的玉丫头。周佳月，你娘生了个妹妹，她不会不要你吧？玉丫头担惊受怕了一晚上，今早上没挨骂后才稍稍放了点心，这会儿又听他们这么说，小丫头哇的一下又哭了。周应怀才把野兔拴好。哭什么？玉丫头没敢说话，只紧紧地抱着周应怀的大腿，直到周应怀答应一会儿带她去镇上，玉丫头这才高兴了。春生打趣她说：别是把你送到镇上卖了吧？爹，我不要去镇上家了，我要在家。少宇作势要打春生，3个孩子闹腾在院子里。父亲刚喂好孩子，见周应怀进来，这些你放在外头，等天热乎点我去洗。一会儿你把剩下那些布都拿过来，我做几张尿布备着用。女人生孩子要坐月子的，听说碰不得冷水，你好好躺着就行。周应怀二话不说，直接把换下来的尿布拿到盆上，在院子里搓了起来。父亲瞠目结舌：你洗？他一个大男人竟然愿意帮孩子洗尿布啊！况且那里面不只有孩子的尿布，还有他的……要不要把你娘接过来？村里谁家姑娘生孩子都有娘或者婆婆在跟前照顾着。周应怀家没有长辈，平日倒是清闲，没有什么婆媳关系，但生了孩子，跟前有经验的人照顾着，那是最好的。可父亲知道，原身那个娘懒惰又爱占小便宜，极其偏心家里的小女儿，让她照顾自己坐月子，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不了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。周应怀也就不再说话了。洗好了尿布，少宇拉着玉丫头回来了。周应怀正好煮了粥，还是像昨晚上似的挑了一块腌豆腐，就这么让2个孩子对付一口。娘有鸡蛋吃，我们为什么没有？少宇看了一眼，昨天陈良娘不是说了吗？刚生了孩子要吃好一些。我也想吃好一些。少宇没搭理，依旧低头吃着自己的粥。2个孩子也吃了吗？程良家就送来2个鸡蛋，没有多余的。我一会儿上镇上卖了兔子，买点碎肉煮汤。听说这个也下奶。周应怀随便喝了碗粥，拎着兔子就要去镇上。临走前交代少宇照看好家里，这就匆匆出门了。少宇洗了碗，准备去山里捡些柴火。玉丫头站在主屋外头，探出个小脑袋偷看着里面。父亲躺在里头，乐安躺在他的怀里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
见小丫头好奇，父亲便喊她进来。玉丫头站在门口犹豫片刻，还是进去了。她垫着脚趴在床沿上，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小的妹妹，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她突然抬起手朝着小乐安抓了过去。少宇也好奇地跟了进来，见她这样，吓得魂儿都要丢了。周佳玉，别！直到小丫头确认父亲没有生气，眼里的恐惧这才淡了一些。你想摸摸妹妹？少宇紧张的要命，生怕玉丫头控制不住手劲弄疼了妹妹，惹得父亲生气。玉丫头没敢使劲，只学着父亲的样子轻轻拍了拍。两个孩子好奇地看着襁褓里这个小的，稀奇的不得了。他好小啊！他这么小，能吃饭吗？他连牙齿都没有，怎么吃饭？那他吃什么？喝风就能长大吗？少宇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句，又不敢大声，都是压低了声音说，对家里新来的妹妹好奇的不得了。玉丫头年纪小，一个字音拔得有点高，又吓着了乐安。父亲赶紧哄孩子，少宇则是赶紧把玉丫头带了出去。玉丫头低着头跟在少宇身后，听少宇小声嘀咕着：小孩子长得真丑，长大以后一定也丑。小丫头噔噔噔地跑上去：我小时候比这个好看吗？一样丑。哼，哥哥明显是欺负人，他小时候肯定比这个小毛孩长得好看多了。周应怀去了镇上，以50文钱的价钱在集市买了兔子，又花了12文钱买了一块肉，花了7文钱买了7个鸡蛋，最后还买了一些时令的小菜。路过布庄时，周应怀脚步一顿：你家有没有卖小孩的衣服？有。你家孩子多大呀？我家这里什么年纪都有。刚出生。老板恭喜了几句，更是热闹地招待着。周应怀一一问了价钱，最后还是只扯了2段布料回去给孩子做尿布。快到村口时，有人喊住了周应怀，他抬头见是王大有。王大有不敢置信地看着他：你的腿真的好了？今早他就听村里人说周应怀不是瘫子了，他还以为是说周应怀拄拐杖的事儿，仔细打听后才知道，周应怀突然能自己走路，恢复如初了。这现在是亲眼所见，果真如此呢？周应怀并未多说，只是与他点了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王大有心知肚明，这是气他家昨天跟父亲撇清关系，没出来帮着父亲说一句话。可是人言可畏呢，他也得护着自家媳妇儿吧。应怀兄弟，王大有刚要解释，一抬头才看见周应怀已经走出好远了。见他身后背篓里的好东西，王大有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一定是周应怀又打了猎物。想想自己刚才去了一趟山里，却什么都没捞到，王大有终究是不甘心。回了家，周应怀先急着去看了乐安，见孩子安安静静躺在娘亲怀里，不哭不闹。我买了些肉，一会儿炖肉汤喝。告诉他2个孩子出了门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大概是抓鱼去了，直接买尿布得多1文钱，我干脆扯了布回来。小孩子用不得糙的东西，我摸着这料子比家里头的摸着更软和一些，这个要更合适一些。父亲摸了摸，料子是比他买的那些更好一点。周应怀一点怨言都没有，听话的把尿布都给洗了。东西晒好后，周应怀又扛着锄头出了门。陈婆子年纪大了，昨晚上被折腾到半夜才回家，今早难得睡了个懒觉，正好就碰见了周应怀。周应怀，你媳妇儿怎么样了？哟，陈大娘，我正好有事想请你帮忙呢。有什么直接说就是了，不用说请不请的。我是个糙汉子，女人的事情不太懂，我想请你帮我照顾她坐月子。怕陈婆子不愿意，
周应怀忙拿出10几文钱来。哎，家里的开销都有我，吃穿用度我买就是了，这些钱你拿着，当做是佣钱，明后天我再给你其余的。陈婆子愣了一下后，这才明白他的意思。啊，成，只要你媳妇儿那边没意见，我能拿工钱也高兴。说定了之后，周应怀才安心地拿着锄头去了地上。他怎么能这样？刚才要不是我躲得快，就得挨他一锄头。审是什么呀？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。大家嘀咕2声就散了。李家媳妇儿回了家，他家男人李姓立马追问：哎，怎么样？跟周应怀说过了？没有。李家媳妇儿支支吾吾的，惹得李姓骂了好几句，最后亲自拽着他来到了周家地上。周应怀还在看着自家的地发愣，他清楚地记得，这自己贪了之前这块地基本上全是杂草啊，半点能吃的菜都没有。可如今呢，地被翻得漂漂亮亮的，上面还种了些绿油油的小菜，长势颇好，再隔几天就能吃了。这些都是父亲带着2个孩子干的，可2个孩子能干多少活啊？说到底也还是父亲一个人使的劲儿。想起他挺着个大肚子在地里忙活，周应怀皱起眉，心里好不是滋味。这是给周应怀的，还没做好，这个先放着吧，等我有时间了再做。丫头，你娘给你生了个妹妹，你高兴吗？不高兴。玉丫头低着头，声音极小。为什么不高兴啊？玉丫头抬起头来，2只眼睛憋得全是眼泪。哎呀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娘又骂你了？陈婆子刚说完，玉丫头赶紧摇头。陈婆子脸一黑，拉着玉丫头去找了周应怀。周应怀，你家刚生了孩子本是个喜事儿，可也不能亏待了少宇跟玉丫头。莫名其妙得了一顿指责，周应怀不解问了缘由。你媳妇是不是又骂玉丫头了？丫头从小就没娘，之前又被你媳妇苛待，要不是我接济，少宇跟玉丫头都得饿死。怎么现在有了亲生的，就带不得玉丫头了？周应怀面色微沉，你在那边说就行了，男人都是偏心种，有了新的忘记旧的。呸！你媳妇儿我不伺候了，玉丫头你们要是不想养我就带走，我养。周应怀皱了下眉。玉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陈婆子声音并未遮掩，远处几个人都已经听见了，只是因为上次周应怀吓过他们。玉儿，丫头别怕，你爹要是敢打你，你就跟奶奶走。玉丫头哇的大哭起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爹说。他们说家里有了新丫头，就不要我了。2个大人齐齐愣住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他们都说是你娘。周应怀有些不满。大娘，让玉儿自己说。哥说的，还有春生哥跟程良哥，大家都这么说。陈婆子不信。你那个后娘没说？玉丫头摇头。真没说。周应怀冷着脸看了眼陈婆子，陈婆子自知理亏，尴尬地站在一边。玉儿，你是我女儿，爹在哪儿你就在哪儿，不会因为有了妹妹就不要你，爹不会说这种话，你娘也不会说，明白吗？玉丫头扑进了周应怀的怀里，哭得小身子是一颤一颤的。陈婆子脸上有些臊。周应怀，我也不知道，真是对不住了。没事，毕竟他之前做的一些事情确实不太妥当。父亲坐月子这段时间就有劳大娘你了。
明后天我再把佣银补上。陈婆子哪里还有脸要这些啊？到了家里，周应怀连名带姓直接喊道：“周少宇！”乐安有些闹，父亲正抱着他哄呢，听见这一声后探出头来看。周应怀很少这么连名带姓的喊少宇，乖乖，这听着声音火气还不小呢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见父亲抱着孩子，周应怀的声音不自觉地软下来。刚才还在哭闹的小乐安听见爹爹的声音，竟然意外地消停下来。少宇呢？刚才被春生他们喊出去玩了。见周应怀的脸色沉下来，父亲眉心一跳。怎么了？少宇闯祸了？没有。虽然说得轻描淡写，但父亲知道少宇一定是闯祸了。少宇跟春生、程良在山上闹了一阵才回来，到了山脚处，周少宇，村里哪儿没有土啊？你以后都要一路走一路弄不成？春生也打趣他，不就一双鞋，脏了再换一双就行了，有必要那么宝贝吗？少宇头都没抬，我干干净净的穿着出门，自然要干干净净的回来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因为只有这一双鞋，所以才这么宝贝的吧？哎，少宇，你爹是不是在等你啊？少宇抬起头，见他爹站在门口，神情冷峻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赶紧跑上前。爹，去哪儿了？少宇心里又是咯噔一下，他爹果然生气了。去山里玩了。见玉丫头探出个小脑袋，少宇以为是她又告状了。我想带妹妹去的，但她已经跟陈奶奶出门了，我才没喊她。周少宇。哎呦，周应怀这一声吓得少宇僵了一瞬，他爹连名带姓的喊他，他一定是犯大错误了。春生跟程良看着势头不对，早就一溜烟跑了。少宇站在门口有些不安，可他不知道自己是哪儿错了，只因为是没带妹妹一块玩。你为什么吓唬玉儿说家里不要她了？你为什么吓唬玉儿说家里不要她了？少宇一愣，这才想起这事儿，顿时心虚，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解释出个所以然来。你不光自己说了，你还领着春生、程良一起说。少宇猛地抬头，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领着他们说？我也只是跟妹妹说过一遍而已。啪！周应怀手中的藤条落下来，抽得少宇一个措手不及。玉丫头吓得僵在那儿，连哭都忘记了。作为兄长，在别人说这话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第一个站出来维护玉儿。你非但不护着妹妹，连你自己也这么说。周应怀，有什么好好说，打孩子干什么？一个小孩子能犯什么错？至于你这么打他？就算是犯了错，你跟他好好说就行了。少宇都7岁了，他什么都懂。正是因为他什么都懂，还会犯下如此过错，更该打。你敢？少宇是我儿子，你再打了试试。周少宇浑身一震，抬着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护着自己的人。周应怀神情有些松动，抿紧了唇线，转身进去了。跟我说说，怎么惹你爹生气了？少宇没说话，跟他爹一样，把唇线抿得紧紧的。小乐安闹着找娘，父亲只得放下这事儿，先去照顾孩子了。玉丫头站在门口，带着些哭腔：“哥哥，对不起。”少宇没说话，只是低着头看着脚尖。玉丫头急了，想上去拉他，少宇转身躲开，跑到院子里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玉丫头见了，也跟着哥哥在外头跪下。等父亲哄好了乐安，扭头一看，瞧见的就是2个跪在墙角的小身子，顿时火大：“是你爹罚你跪的？”少宇不敢说话，玉丫头就更不敢吱声了。父亲心头一阵怒火。周应怀，
之前父亲跟他提起过，可以把屋后那片空地收拾出来，以后做个猪圈牛圈。周应怀今天得闲，就一直在后头忙着，听见父亲喊他，跑出来一看，周少宇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不是你让他们跪在这里的吗？周少宇，是我让你跪在这里的？你这是什么语气？少宇只是个孩子，你刚才才打过他，现在又这样的语气，他敢说话吗？自己做了娘以后，最是见不得这样的事情，更别提少宇这孩子有多懂事了。父亲虽是后娘，但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这心里对少宇这个孩子那还是很心疼的。周应怀气到最后竟然笑出了声，以前只有他骂人的份，谁敢对他这么无理啊？现在好了，一个女人就能把他骂得还不了嘴。见他笑，父亲更是火大。你还笑得出来？既然被他骂得还不了嘴，周应怀也就不再解释。周少宇，空有一张嘴巴，你连话都不会说了？跟你娘说，是不是我让你跪着的？再跟你娘解释解释，你犯了什么错误？我为何要打你？少宇低着头，哑着嗓子说道：不是爹让我跪的，是我自己要跪的。玉丫头也抬着头，脆生生的跟着哥哥喊：不是爹让我跪的，是我要跟着哥哥跪的。父亲气不打一处来，只认定是因为周应怀打了少宇，现在这两个孩子害怕了。是我说家里有了新妹妹就不要玉儿了，不仅我说，程良和春生也这么说，爹知道了就更生气了。父亲一愣，下意识地看向玉丫头。玉丫头站在那儿，怯懦地看着父亲，生怕他真的不要自己了。父亲是哭笑不得。你是周家的人，是乐安的姐姐，只要你喊我一声娘，你就一直是我女儿，就算有了妹妹也不会不要你，明白吗？玉丫头一抿嘴，哇的就哭起来。难怪这2天玉丫头是小心翼翼的，家里的活儿都主动帮着做，乖巧的不得了。原来是怕不要她了。等哄好了玉丫头，父亲才抬头看向周应怀，没等说话，屋里那个小的又哼唧起来。父亲只能先去照顾乐安，等抱着乐安出来，周应怀又去忙去了。见2个孩子站在院子里不知所措，父亲招手让他们过来。啊，换了个妹妹。少宇也皱紧了眉心，这个妹妹明显不是他们看过的那个啊，一点也不像。父亲扑哧笑起来。妹妹长大了，比前2天漂亮了，等再长大些就会跟玉丫头你一样漂亮。哦，我不好看。瞎说，我家玉丫头是最好看的。陈婆子刚好进门，看见父亲抱着个孩子在外头，吓得大呼小叫。哎呦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快抱着孩子进去。才坐了几天月子就敢出来吹风，以后有你受罪的时候。今天天气不错，不骄不躁，微风也刚刚好。虽然孩子早产，但因为吃了药的关系，孩子各方面都跟寻常孩子无异，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时候没什么好的东西，父亲想着抱着孩子出来晒晒也算是补钙了，但没想到陈婆子根本不听解释，硬是把他给撵进了屋里。他前脚刚进屋，陈婆子后脚也跟了进来，略带愧疚的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周家媳妇儿，今天闹出这种误会，真是对不住了。周应怀说的对，以前是我混账事干多了，可现在我也做娘了，干不出不要孩子这种事儿。我对你是有些偏见，但你若真能对少宇跟玉丫头能一视同仁，倒真是个好后娘了。说到后头，陈婆子又劝起了父亲。哎呀，坐月子可不能哭，以后要落下病根的，也别生气，生气要么堵奶，要么回奶，哭的不仅是你，
更是孩子。既然都是误会，讲开就好了，可别再跟周英怀生气了。在父亲一再表示自己不会生气之后，陈婆子这才放心的出去了。吃饭时知道了少宇挨打的事情，陈婆子又是一番愧疚。吃完了饭，陈婆子说明天会早些过来做早饭，又拿走了一些父亲没做好的小衣服，说明天再拿回来。周应怀把今天晒好的尿布收回来，规规整整地放在床头，方便晚上拿取，一边跟父亲说着屋后的卷子明后天就能建好，问他想要养点什么。先放着吧，等有钱了再说。顿了顿，他又皱起眉来。虽然说坐月子得吃点好的，但咱家今天是不是吃的有点太好了？今早的肉汤还没吃完呢，下午又喝鱼汤。其实不用这么破费，还是荤素搭配着来。坐月子也不能总吃这么多油腻的东西。你觉得油腻了？那明天我让陈大娘再做清淡一些。父亲有些气闷，自己跟他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事儿。周应怀叠好了尿布，说道：银子的事情你不用管，我会打猎，有本事赚钱。今天晚饭的小菜都是陈大娘拿过来的，你要是喜欢，我明天让她多做一点。家里地上的菜马上就能摘了，到时候也能让你换换口味。还是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去镇上给你买。富春酒楼里的小菜不错，你要是想吃，我可以订一桌。他们酒楼的饭菜多少钱一桌？1两银子吧。1两银子？他手里有1两银子吗？父亲想了想，还是把自己放着的那点碎银子拿出来。周应怀不要，他垂眸看了一眼，说：那你帮我买样东西。你想要什么？